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3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2022年 BC 预算对你意味着什么？ BC 的新省级预算于周二公布，以下是有关支出计划的6件事。1、儿童看护。根据与联邦政府达成的协议，该资金将继续提供。到今年年底，平均儿童保育费减半至每天20加元。该协议要求在2023年新财政年度结束时，提供超过12000个每天10加元的停车位。省政府表示，将增加2.84亿加元，以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并为5岁及以上的儿童创造更多学前和课后护理空间。儿童保育今年将由教育部负责，将其从儿童和家庭发展部中移除。2、住房。延续 BC 的10年计划，即到2028年建造114000套经济适用房。它今年将增加1亿加元，以加速该计划。该计划迄今已建成或批准了32000个租赁单位，将增加更多员工来处理其20亿加元住房中心计划的申请。该计划为建造负担得起的家庭住宅的开发商提供低息贷款。3、过量危机。政府将在未来3年内花费12亿加元用于支持住房和无家可归者，包括为那些最困难的瘾君子和精神疾病患者建造20个新居住地点。4、经济支持。BC 的旅游业将获得2500万加元，用于继续从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为非营利性艺术组织提供资金，并支持博览会、安全重启节日和活动。受长期发展滞后影响的社区将有资格获得为期3年、价值1.85亿加元的再培训资金，来维持养老过渡和社区经济发展。今年，对长期护理、辅助生活和家庭护理方面的医疗保健助理的培训将增长2500万加元。在未来3年内，将有2100万加元的额外支出用于技术行业认证和成年人获得高中文凭。向 Genome BC 和 Michael Smith Health Research BC 提供了2亿加元的赠款，作为政府对未来创新经济日益支持的一部分。5、原住民和解。设立了一个新的宣言法秘书处，以确保各省的法律和政策与其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法相一致。它将在3年内获得1200万加元。继续提供资金，将支持建立多达15个原住民初级保健中心和土著婴幼儿中心。一笔未注明的资金将用于虚拟土著司法中心，以改善无障碍环境，对原住民社区的高速互联网投资，以及建立由原住民社区领导的应急管理计划。6、气候适应性。新的国土、水利和资源管理部将得到4400万加元的投资支持。其目标是刺激经济活动、环境的可持续性。它将制定新的土地水和资源开发政策，以符合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法。2022年夏季，加拿大航空正恢复更多的国际航班。收拾行囊。加航正在扩大其国际时刻表，并重新推出以前因世界各地的边境措施而停飞或取消的航班。2月22日星期二，该航空公司宣布了2022年夏季的计划，其中包括飞往许多有趣目的地的航班。从蒙特利尔出发，前往卡萨布兰卡、尼斯、阿尔及尔、罗马、特拉维夫和东京的服务将恢复。从温哥华出发，您可以搭乘飞往法兰克福、都柏林或苏黎世的航班。该航空公司还重新启动了飞往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哥本哈根、马德里、米兰和威尼斯等受欢迎的欧洲旅游城市的服务。这些城市自2020年3月大流行开始以来一直暂停。除了返回欧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旅行外，还将推出北美境内的新航班，以及航空公司恢复先前取消的航班。2月28日开始，从任何国家、地区抵达加拿大的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如果他们在抵达时被随机抽查，需要进行 PCR 测试。
否则快速抗原检测呈阴性的证据就足够了。美国共和党在乌克兰危机上的裂痕越来越大。随着国会共和党领导人敦促总统拜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惩罚普京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及其一些重要盟友一直在赞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领导风格。这些裂痕表明，共和党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在主张美国对俄罗斯强人采取更具对抗性姿态的传统外交政策鹰派和与特朗普结盟的 MAGA 派系之间。同一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发出了截然不同的语气，谴责普京的侵略，并敦促拜登采取快速而积极的行动，并警告说，如果西方未能挑战普京，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最近的雅虎新闻 YouGov 民意调查中，62%的共和党人和共和党领导的独立人士表示，普京相比拜登是更强大的领导人，而另外25%的人拒绝在美国和俄罗斯总统之间做出选择。右翼情绪的转变使雄心勃勃的共和党政客处于复杂的境地，并揭示了他们在处理危机方面的分歧。一些人发出了明显的反普京的音符，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了他的能力。2022年大选中的一些共和党候选人试图通过表示他们根本不关心乌克兰来避免这场争斗。在保守派运动的某些部分地区，对普京迅速增加的同情可能会影响雄心勃勃的共和党人如何定位自己担任包括白宫在内的高级职位。加拿大人在价格飙升中与时俱进。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飙升的食物成本使大多数加拿大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许多习惯，以试图控制他们的支出。一项针对安格斯·里德论坛成员的5000多名在线调查发现，4%的家庭正在改变他们的购物习惯和食品清单，以控制他们的预算。超过3%，62%的人表示他们外出就餐较少，而25%的人表示饮酒较少。近一半，46%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在杂货店选择更便宜的品牌，35%的人减少了肉类购买，21%的人减少了购买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毫不奇怪，这种压力在低收入阶层中最为明显。64%在最低阶层每年不到25000加元的人表示，食品支出使他们的家庭变得非常困难，而至少2/3超过10万加元高收入阶层的人表示，这仍然保持正常或相对正常。总体而言，在所有收入阶层中，有42%的人表明难以应对食物开支。加拿大食品供应管理也是一个因素。2月1日，农场主为牛奶和黄油设定的价格上调，使这些食物支出进一步上涨。超过2/3%，68%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普遍支持供应管理，但27%的少数人认为暂停供应价格上涨可能会有所帮助。整1/3，32%的人表示供应管理系统根本不应该存在。那些有孩子的人特别有可能改变他们的购买习惯。89%的有1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表示，由于食品通胀，他们的购物习惯发生了变化，其中60%的家庭现在正在购买更便宜的品牌。安格斯·里德在线调查于1月7日至12日进行，其中包括安格斯·里德论坛成员的5002名加拿大成年人的代表性随机样本。仅用于比较目的，这种大小的概率样本的误差幅度为正负2个百分点。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